在一个寒冷的1961年北冰洋的清晨，一颗核弹即将改变历史的进程。这颗名为沙皇的氢弹不仅仅是一颗核武器，而是一个强大的符号，象征着人类对于科学与力量的无尽追求。你是否曾经站在星空之下，仰望宇宙，思考我们在这广阔宇宙中所扮演的角色？这颗弹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。苏联，一个曾经的超级大国，一直在追求强大的军事技术，不断地与其敌人美国进行军备竞赛。在这场竞赛中，双方都渴望找到能够确保自己胜利的王牌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下，苏联在北冰洋的新地岛上进行了氢弹沙皇炸弹的引爆测试。这颗炸弹名为沙皇，是世界上威力最大的核武器，其爆炸力量足以毁灭整个城市，甚至更多。它的爆炸产生的光线与热量可以照亮数百公里之外的夜空，其冲击波可以穿越大陆，引起地震，造成海啸。对于那些目睹这一场景的人来说，这简直是末日的景象。但是，为什么苏联要制造这样一颗强大的炸弹？其背后的原因与这个时代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。冷战时期，美苏两国在军事、科技和政治上进行了激烈的竞争。为了展示自己的实力，苏联决定制造出这样一颗超级核弹。但是，这也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和担忧。人们开始质疑，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武器吗？我们真的准备用它来对付其他国家吗？这样的问题至今仍然没有答案。但是这颗炸弹的存在，确实让我们开始思考核武器的意义，以及它在今天的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，是维护和平的工具，还是毁灭的利器？希望我们永远不需要为这个问题找到答案。在接下来的部分，我们将深入探讨这颗炸弹的制造过程，以及它为何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爆炸力量。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，我们在用心地做视频，我们希望得到你的鼓励。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麻烦你点赞和订阅，以便让视频更符合 YouTube 的算法。如果你不喜欢或者有其他想法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，谢谢你。苏联的决定制造这颗超级氢弹并非一时兴起，在当时，核试验已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种象征，反映了各国在科技、军事和地缘政治上的实力与地位。冷战时期，美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，核试验不仅是展示实力的方式，更是策略性的计算。沙皇炸弹又名 RDS-220 是一颗氢弹。与原子弹不同的是，氢弹的爆炸力量来自核聚变，这是在极高温度和压力下，氢元素结合形成更重的元素时所释放出的能量。在沙皇炸弹的设计中，先由一颗传统的原子弹引爆，产生足够的温度和压力，从而激发氢核的聚变。这一过程放出了巨大的能量，使得爆炸的威力超过了所有其他核武器。事实上，沙皇炸弹的设计威力原本更大，但考虑到测试时的放射性污染和其他潜在的后果，它的威力被有意减少。然而，即使如此，它的爆炸力量仍然是前所未有的，震撼了全球。这次核试验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实际的爆炸范围。首先，这是一次对苏联技术实力的展示。在那个时代，掌握核武器技术的国家仍然不多，而沙皇炸弹无疑证明了苏联在这方面的领先地位。此外，它也是一种战略威胁，意在告诉其他国家，特别是美国，苏联拥有的核打击能力。然而，与此同时，这次试验也激起了国际社会对核武器的担忧。不少人认为，这种超强的核武器不应该存在，它带来的毁灭性后果，无论是对于直接受害者，还是对于整个人类文明，都是无法承受的。这种担忧引发了对核武器控制和限制的讨论，也为后来的核裁军协议和其他相关条约奠定了基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沙皇炸弹并未真正投入使用，除了这次试验外，它并没有在任何战争或冲突中爆炸。这反映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在冷战时期，虽然双方都在积极地研制和生产核武器，但双方都很清楚，一旦使用这种武器，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，可能导致全球性的核冬天。回顾历史，我们不禁要思考，是什么驱使我们制造这样的武器？是科技的进步，是对权力的追求，
还是对安全的恐惧，无论原因如何，我们都应该铭记这次测试的教训，不让历史重演。人类的历史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是一部由技术进步和道德抉择构成的史诗。每当我们站在科技的新前沿，我们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：我们应该怎样使用这种技术？沙皇炸弹作为20世纪科技与道德的交汇点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的反思。自从第一颗原子弹在新墨西哥的试验场上空爆炸以来，核武器就成了国际政治和军事策略的核心。这种强大的武器既可以用来维护和平，也可以用来造成灾难。正如爱因斯坦所说，我不知道第3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，但第4次世界大战的武器将是石头和棍棒。在冷战时期，尽管2大超级大国都拥有了毁灭性的核武库，但他们都避免了直接的军事冲突，这被称为双方的互相确保毁灭，意味着任何一方首先使用核武器，都将面临另一方的致命反击。这种平衡的恐惧虽然维持了一个相对的和平，但也造成了一种紧张和不稳定的局面。那么，为什么要制造如此强大的沙皇炸弹？这不仅仅是为了展示实力或进行战略威胁，这也是对自己和其他国家的一种挑战，一个试图突破技术和道德界限的挑战。但这样的挑战最终并没有带来期望的结果，相反，它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批评，促使各国重新思考核武器的角色和未来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核武器的问题逐渐从军事领域转向了外交和政治领域。许多国家开始认识到，持续的核军备竞赛不仅浪费资源，而且增加了核战争的风险。因此，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的核裁军和控制协议，旨在限制核武器的数量和扩散。今天，当我们回顾过去，我们不禁要问：我们真的需要这样的武器吗？答案或许是不确定的，但至少我们已经开始了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。我们已经认识到，真正的安全不是来自于更多的武器，而是来自于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合作。结尾的话，历史给了我们一个机会，一个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，为未来创造一个更加和平、稳定和繁荣的机会。希望我们不仅仅是记住那些技术的成果，更要铭记那些道德的选择，为下一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。